上个星期的2月4号，日本商界发生了一件大事啊！松下控股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重组旗下的白色家电业务，其中空调和照明另外组建一家公司，而针对他旗下的电视机的业务部门，这位负责人当时说有可能要走进历史，要么呢直接出售，要么呢就地解散。売却という手段を取るかどうかということについては、現時点でコメントできる状態にはありません。パナソニックホールディングスは白物家電などを手掛ける事業会社のパナソニックを2025年度中に解散し、複数の事業会社に再編すると発表しました。また別の事業会社が手掛けているテレビ事業については将来的に売却を選ぶ可能性を否定しませんでした。而且他还不如悲凉地说了一句话，他说就算我们想出售，还真就不一定能够找得到买家，有人愿意买我们的电视机业务。我猜他当时说这句话的时候说明松下很可能在这之前就已经找了一些潜在的买家去谈了。因为对于松下来说，他如果把电视机的这个业务部门直接解散的话，成本非常高，也不合算。你想想，你解散的话，你卖不上钱嘛？而且你几千名员工，你要解散的话，遣散费用都是一大笔钱呐。对于日本企业来讲，遣散员工可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啊，那赔起钱来是天价。但是即便如此，他就直接这么宣布了。所以在我看来，可能他们直接想找买家，没找到。但是你想想，多么令人悲凉的一件事情啊！松下电视机那曾经是世界第一啊！我们小的时候谁家要是有一台松下电视机，那令左邻右舍非常羡慕啊！那电视机都得专门给它打个电视柜，把它装起来供起来，晚上开电视的时候才能打开啊！我们家当时就是这样啊，专门有个电视柜啊。松下电器。松下电器2185，松下电器2285，全发电恢复功能，21寸彩电。但要知道，这松下电视机曾经是全世界电视机市场中间的市场占有第一的品牌，在2007年的时候，它的年销售额达到了1万亿日元。当然，这之后就开始江河日下，仅仅不过15年的时间就是整个松下电视机就从这个云端跌到了谷底，现在就要走进历史了。据说这个新闻出来之后，有国内的媒体就问这个松下在中国的公司，就问这个松下电视机业务大概你赔多少钱？因为它是一家上市公司嘛。这松下的中国公司就说不方便透露。但是我们看一下其他的数字在日本的电视机市场中间，现在松下电视机呢占有率是9%，那就已经变成了一个小品牌了在全世界的范围内呢，它的占有率是1%，那这就可以几乎忽略不计了。全球一年电视机的出货量大概只有202万台。那么在中国呢就更惨了，这松下电视你在大街上估计都没人知道了它的市场占有率只有0.36%。那即便是它每年生产的这202万台其中有55%还是委托其他厂家代工生产的，也就是松下只提供的一个商标。委托谁生产的呢？委托中国的 TCL 下面的一家子公司。从这个意义上你就讲，实际上松下电视早就死了，只不过今天才正式宣布它的死亡而已。其实不光是松下电视我们看看在其他日本的那些电视机企业要知道当年不光是松下电视机非常厉害，什么东芝什么夏普日立索尼那都是不可一世但是现如今呢，在日本的市场中国品牌的电视已经销售额冲过了50%，这是最新的2024年的数据那么第一品牌呢是中国的海信，第二品牌呢是中国的 TCL当然还有小米一些其他的品牌那么日本的品牌呢，日立在2012年的时候就宣布不再生产电视了。夏普呢，那是把自己的牌子卖给了富士康，富士康现在要重新开始生产电视了那么东芝呢，把他自己的电视呢卖给了中国的海信，然后呢，他的白色家电业务卖给了中国的美的。只有日本的索尼
现在还在继续生产电视，但是它生产的电视啊，只是在一个很窄的领域，就是大屏幕，比如说100平方英寸，然后呢又高分辨率，价格都卖得非常高，平均都卖到60万日元、80万日元，甚至100多万日元，这个高端市场。其他的低端领域已经完全拱手让给了中国和韩国企业。可要知道，当年日本的这些电视机行业那是横扫东亚，占领北美，在全世界范围内，日本的电视机那是市占率第一。可现如今呢，那不但是他们拱手让出了全世界的市场，包括日本的本土市场都已经被中国和韩国的电视机企业快要占领了。那么我们就想知道，在过去的20年时间里头，究竟发生了什么？日本的这些企业究竟做错了什么？中国和韩国的企业究竟做对了什么？而这个竞争格局，包括松下这个电视机即将走进历史，又预示着怎样的一个未来呢？我们今天就来讲一讲这个大变局背后的故事啊。我们知道松下这家公司啊，它的那个创始人叫松下幸之助，这是一个神一般的人物啊。他呢在日本被称之为经营之神。他有一句口头禅，说你如果陷入到困境，那就是你认为陷入到了困境，其实总有办法来解决你面对的问题。也就是说不服输嘛。这松下幸之助啊搞的这个松下电器，在战争期间主要是给日本军方生产军需品。那么战争之后这些都不能生产啦，那么他就开始动脑筋。1951年的时候呢，他到欧洲去访问，看到了当时飞利浦啊在生产电视机，他觉得这是好东西啊。1952年，他就从飞利浦那转让到了技术啊，就在日本开始生产电视机。那么当时啊，战后日本的经济刚刚开始复苏，所以电视机呢是很多人消费市场中间的首要的这个电器，所以卖得非常好。1956年的时候呢，他又生产第一个彩色电视机。日本的电视机行业有个特点啊，就是最新的技术往往不是他们发明的，但是往往把它商业化都是他们搞的。所以在全世界的范围内，日本的电视机啊口碑非常好，销量也非常好。但是那个时候的中国呢，老毛嘛，搞新中国嘛，所以国内呢电视机还是搞电子管的呢，一般老百姓哪用得起呢？改革开放之后啊，老百姓一夜之间发现呢有电视机这个东西啊非常喜欢呢，所以当时大量的开始从日本进口电视机。1981年的时候，一年进口100多万台，到83年的时候进口500多万台。因为那个时候国内的电视机质量不行啊，我还记得我们国内有一个电视机的牌子叫海燕，我们家买的第一台电视机就是那个海燕牌电视机啊。那电视机上面有个天线，人看电视的时候啊，然后旁边只有一个人手里头拿着那个天线，你不拿着那个顶上乱蹦，然后人动不动就变形，然后呢你变形的时候你还得拍一拍。但是日本的电视机人这信号比较稳定，所以那时候有钱人都买日本电视啊。所以当时的日本电视就意味着潮流，就意味着质量好，就意味着高端大气上档次。哇，彩电，我当然要 Panasonic 下电器。双调频画中画功能，创造更多乐趣。东芝第2代火箭炮2929 KTP。东西吧，新时代的东芝。那么中国当时也想发展自己的电视机行业啊，于是呢，在中国组建了8个彩色显线管厂，然后呢，扶持了4家企业：四川长虹、康佳、TCL、创维这几家啊。但是要说跟日本的电视机企业竞争，那还是不行。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的电视机行业生产出来的电视机普遍质量比较差，而日本基本上还引领着技术潮流，比如说什么平面直角啊什么之类的啊。后来到了90年代的时候，整个电视机的行业技术开始迭代啊，就分为2个技术路径，一个呢就是等离子，还有一个呢就是液晶。那么这个液晶技术啊，就是韩国的三星最先搞起来的啊，所以他们代表着液晶这个技术路线，而这个等离子技术呢，就是日本的松下。日本的松下当时是等离子技术的这个先驱。那么中国的企业呢，当时啊，四川长虹就犯了一个错误。他就押宝这个等离子技术，把所有的生产线都压在了这个等离子。他们认为这等离子是代表未来的方向，液晶不行，液晶你的分辨率啊，各个技术不稳定。结果没想到，大家都知道了，到了2000年以后啊，这个2条技术路径之争啊，最终胜负都已经揭晓了。
那么等离子技术就被淘汰了，那么全部变成了液晶显示器。进入到了液晶显示器时代呢，中国的电视机行业就迎来了一次巨变。为什么呢？因为过去啊，就是这些技术啊，它比较复杂，你要想追赶很难。但是在进入到了液晶行业的时候，这电视机生产就很简单了，基本就是那一块板儿，加上芯片，加上接收器。那么中国呢，当时啊就开始从韩国引进这个液晶板的生产企业。大家都知道，中国的京东方啊，现在也是全球第一大的电视机彩色显现板的生产企业了，全球的占有率是30%，而电脑的显示屏的占有率是40%。而中国的一些电视机企业呢，也开始自己生产，就是这个显示板。你比如说 TCL 它自己的那个板子，它就自己生产。自己生产的好处是什么呢？成本低呀。那么中国又有一个14亿人的市场，所以14亿人的市场扶持了中国庞大的产业链。这些庞大的产业链呢，又使得中国的企业可以以极低的价格进行内卷式的竞争。所以到了这2000年以后啊，日本的电视机企业面对中国的电视机企业的竞争，就开始节节败退。那么在日本呢，同样啊，这个松下电器也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什么错误呢？就是他们当时也是押宝等离子技术路线。他们在日本呢，投资几千亿日元呢，就建了等离子的生产线。据说他们当时啊，在那厂门口还写了一句话，说是这个电视机行业的复活之术。那言下之意啊，就是要靠等离子这个技术啊，复活整个电视机的行业。但没想到，就整个这个等离子的技术啊，事隔没多久，到了2016年的时候，整个这企业就全部破产了，欠下了5000亿日元的巨额债务啊。所以你可以看到了，企业一旦是押宝错误了技术路径啊，那这是灾难性的。那相反呢，三星大家都知道，由于整个的液晶显示屏啊，那异军突起，三星在2005年还是06年的时候，就已经成为了全球这个销量第一。那么它这个市场占有率现在也是遥遥领先，即便现在受到中国企业的追赶啊，三星作为第一电视机的品牌，仍然是单一企业生产电视机出货量最高的企业。但是中国这几年这个奋起直追啊，这个势头也是非常之猛啊。那么2001年中国加入了 WTO， 加入 WTO 之后，这些雄心勃勃在中国市场内啊，已经经过激烈市场竞争中成长起来的企业开始走向海外。那么走向海外，这些企业中间有的走向北美，有的走向日本。最先走入日本的白色家电的企业就是海尔。这海尔呢是生产电冰箱的企业，在青岛。2002年的时候，他们在日本的银座打了一个广告，就是海尔电器来日本了啊。当时呢，他们拉了几集装箱的电冰箱到日本，但是根本卖不出去。为什么呢？日本的这个家电行业啊，实际上是封闭性非常强。日本的老百姓对自己的品牌忠诚度极高，他们就认为这日本的市场就是日本的品牌才行得通，别的品牌他不认。所以啊，这海尔到日本啊，这根本卖不掉。最后海尔没办法呢，就跟日本那个三洋啊就合资生产电冰箱。但是这个合资企业到了2007年的时候也破产了。为什么呢？因为三洋以为啊，就是这个海尔啊在成本控制上有一套，但是在日本它其实控制不了。所以呢，这个合资企业到了07年的时候也集体了。那么2011年的时候，这个海尔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他直接把三洋给整个收购了。当时三洋啊，因为他自己的就是这个电冰箱啊这个行业呢，它也是没落了嘛，白色家电没落了嘛，所以他没办法，最后就把他的白色家电业务全部卖给了海尔。海尔呢，当时啊只花了好像是1点几亿美金就买下来了。买的时候很多人都说这买了一个洋垃圾呀，但实际上海尔买下来三洋之后，第2年这个整个三洋电器就开始盈利了。那就说明啊，中国的企业的确是在这个成本控制方面跟日本这个企业比起来有一套。而这个海尔买下来三洋之后，就形成了一个样板效应，就其他的中国企业进入到市场的时候，都面临相同的困惑。什么困惑？就是你很难以一个中国品牌的姿态在日本呢市场中间立足。你就比如说海信，海信呢是中国这个电视机行业中间后起之秀啊。那这个后起之秀打入日本市场的时候，这个产品质量非常好，然后呢价格也比较低，但是就是卖不起来，市场占有率始终就提不起来。后来
那么在2016年的时候呢，这个海信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就直接收购了日本的东芝这个品牌。这东芝大家都知道，大名鼎鼎，偷去吧，偷去吧，大家的东芝，我们小时候都知道，对吧？这个品牌，东芝的电视啊，那这也是这个日本老百姓特别喜欢的这么一个品牌啊。海信直接把它收购了，收购了之后，海信电视在日本呢就开始高歌猛进，他搞了2个品牌，就是你东芝，你原先的品牌啊，你经营的主要经营高端的，海信呢是低端的。那么2个品牌合并在一起，在日本开始攻城略地呀。现在这日本的电视机行业，海信这一家公司占有率达到了41%，就这一家企业，你想想，这太成功了，对吧？那么也就刺激了一些其他的也开始收购啊。你比如说，的东芝的白色家电就被谁收购了呢？就被美的给收购了。这美的收购白色家电的时候，当时啊，就是日本的记者还问美的，他说：“你们收购这个东芝的这个白色家电，你是看中了它的人才呢，还是看中了它的技术呢，还是看中它的品牌呢？”那美的那个领导啊，当时说啊，他说：“如果不是看中这个品牌，其实我完全没有必要收购。说白了，收购就是收购品牌。海信和美的收购东芝的品牌啊，可以这个使用40年。它的技术本身对于这2家企业来说，实际上都没有太大的价值了。那么我们紧接着说，那么为什么这些日本企业在日本的本土都败于中国企业呢？我自己的亲身感受啊，有2点。第一点呢，你比如说啊，像这个松下电视机啊，他们当年压错了技术路线，对吧？投资了几千亿日元搞这个等离子，结果呢损失非常惨重，这个呢确确实实是一个悲剧啊。另外一个方面呢，其实日本的企业普遍的确不是搞这个年功序列吗？都是搞这个终身雇佣吗？那么这个终身雇佣啊，我自己的感受啊，那么在小型企业的时候，这个终身雇佣啊，很多的时候是很有效率的。但是这个企业的规模膨胀到一定程度之后啊，终身雇佣、年功序列啊，有可能会导致日本企业有一个普遍的问题，就是大企业病。据说海尔收购了这个三洋之后，也包括海信收购了东芝之后，发现这企业中间的部长以上的人全部是50岁以上的人。部长啊，50岁以上，你50岁以下你就没有戏，那你怎么行呢？所以当时海尔把三洋收购了之后，2012年的时候，他在京都成立了自己的研发中心。那么他当时在这聘请的副社长就是三洋公司的 CEO， 那个退休了之后，他把他聘请下来。那么聘请下来这个 CEO 啊，给他底下这些员工来培训，培训的这些员工啊，也全都是原先三洋下面的下属。他当时培训的时候就说，他说大家要记住，我们现在不是在三洋了，而是在中国的一家企业打工。如果我们这家企业不能创造利润的话，那么很可能我们要重新解散。那么在日企里就有个什么样的问题呢？日企的问题就是说，你这家部门你就算不盈利，其实对于这家部门来说也没有太大的问题。所以日本的企业从10几年前就说日本的白色家电要完啦，有人概括的非常准确，就是日本的企业卖什么呢？卖什么产品呢？要卖让自己可以持续被雇佣的产品。而韩国的企业呢，是卖那些就是说可以卖得出去的产品。你看看这中间的差别，这个不是我总结的，是日本自己的企业总结的日本这些大企业的病。就是说在这个企业的决策过程中间，真的变成了一个大锅饭，没有人为企业真正的未来负责，他们只关心自己是不是能够终身的持续的被雇佣。那你想想，中国这些企业那都是狼啊，在中国非常残酷的市场竞争过程中间成长起来了，到了这个日本之后就开始大刀阔斧的改革。海尔自己就讲，他们当时在日本收购了这些企业之后，日本的企业员工到了海尔就希望他们能够签一种合同，叫人单合一合同。所谓人单合一，就是说你这个工资，你必须跟着你的这个销售单、销售业绩联系在一起。你不跟销售业绩联系在一起，你还签原先的也没问题，但是你收入就低。他说试了1年之后，他说他们那个部门里一开始是有7个人签，有5个人不签，但是1年之后，那剩下的5个人发现那7个人人家的收入上去了，
于是他们也愿意签了。你看，这就是激励机制啊。但是这种激励机制在日企里头你就非常少见。所以日本企业就是这种转型慢、缺少负责的机制啊，是日本企业衰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第三个就是中国这些企业到了日本市场啊，其实因地制宜，设计了很多针对日本市场非常喜欢的产品，这其实也挺令人意外的。你比如说，那么美的它搞的那个小电冰箱，它就是针对日本市场中间很多单身的人搞得非常小的电冰箱，它的占有率达到了50%。海尔也是一样啊，它的洗衣机啊，也就是2.3公斤的洗衣机，它占领的基本日本市场也是70%的市场。还比如说，他就发现日本的这个洗衣房非常发达，因为日本很多房子非常小，家里不装洗衣机，那么这个洗衣房的洗衣机是另外一套系统。所以现在这个海尔的洗衣房的洗衣机，它的市场占有率已经达到70%了，在日本市场。还你比如说小米电视，小米电视进入到日本市场就更晚了啊，但是小米电视在日本最近几年卖的挺火，它推出了一款电视，什么电视呢？大家都知道，日本你只要有电视机啊，然后呢，日本的 NHK 就会上门来收钱，这叫 NHK 税。因为 NHK 这家电视台啊，它没有广告，它是靠每一个看电视的人交一笔钱来维护它的运营。这一点呢，有点像英国的 BBC。但是这些年你想想，这大家看电视越来越少了嘛，不愿意交嘛。人家小米开发了一款电视特别绝，这款电视收不到 NHK， 但是你能收到什么呢？你能收到 YouTube， 你能看到奈飞，在日本特别受欢迎。为什么？因为你买小米电视，你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我这根本看不着电视，我这就是一个显示器，我所以不用交 NHK 税。你看这个因应市场所进行的这些产品的这个设计，确实我觉得挺高明的。那正是因为这些因素吧，大家可以看到了啊，就整个日本的白色家电产业面对中国的这个高歌猛进，也是节节败退。现在呢是电视机，但是电冰箱行业现在日本本土的品牌啊，占有率还有50%几，但是过去的5年之内，中国品牌的这个电冰箱的市占率也提高了100%。还你比如说这个洗衣机行业也是一样的啊，所以中国的这些白色家电的企业在日本呢，在未来很有可能要打败所有的日本过去的那些白色家电的那些企业豪强。那么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在我看来啊，主要有2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啊，就上个世纪80、90年代啊，美国、日本这些发达国家啊，随着经济的腾飞呢，它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就向外转移。而中国呢，由于改革开放，正好迎接了这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所以中国最开始啊建的这些工厂啊，都是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都是一些低端制造业，都是一些来料加工的初级加工环节。当时啊，国际主流观点认为，让中国这样的国家生产这种低端产业没什么威胁。你呢，你生产一大船衬衫，你卖一大船煤炭，你换不过来1辆飞机嘛，换不过来几百辆轿车嘛。所以对于这些美国和日本来说，没什么威胁呀。但是啊，情况在经过了40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为什么呢？因为中国啊，在一开始的确是只进行了一些来料加工，只进行了一些初级产品的加工。但是啊，中国慢慢的就占据了全球各个行业的产业链，尤其是各个产业链的上游。当它把这个产业链上游占据之后啊，你会发现它的整个制造业就从初级的这种简单加工，慢慢的向中级甚至高级开始爬升了。你就比如说电视机行业，它不是简单的生产电视机啊，它后来开始生产面板。那么面板它占据了全世界的主要的生产份额之后呢，它的成本大幅下降。那么再生产电视机的时候，这个电视机的成本也就远远低于自己的竞争对手。那你比如说其他行业也是一样的，现在的电动汽车，中国先占据了电动汽车最上面的产业链，什么呢？就是电池的生产。你控制了电池的生产，你电动汽车的生产的成本就是比其他国家要低得多嘛。还你比如说一个例子，中国的钢铁产量啊，在全世界那是绝无仅有，好像大概占有80%啊。
都是粗钢嘛，所以很多国家认为中国生产这些粗钢也没什么威胁。但是你回过头来再看，全世界造船业的订单70%、80%都被中国控制了。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的钢铁的价格非常便宜，再加上中国比较便宜的劳动力，那么于是呢，造船这个行业，就是这个钢铁消耗量非常大的造船行业，几乎也都被全中国给控制了。这就是中国啊，由低端制造业慢慢的向终端制造业爬升的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其实电视机的行业也是一个这个爬升过程中间的缩影。当中国控制了电视机的产业链，那么电视机这个行业最终在终端也必定被中国所控制。你可以看一下过去10年，中国的产业爬升啊，已经非常明显了。它已经不再满足啊过去的那种简单的生产低端产业的那么一个现实了。从新三样到电动汽车，到现在这个电视机这个行业啊，莫不如此。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就是14亿啊中国人的市场啊，它的竞争非常激烈啊。大家都说中国企业卷，那么卷呢带来的一个坏处，当然呢就是价格比较低，然后呢可能工人的工资也比较低，企业之间生存也比较艰难啊。但它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这些企业面对激烈的国内的竞争啊，它所形成的对市场的敏锐度，现在已经超过了很多发达国家的企业。所以当他们在国内的竞争脱颖而出，在出海的时候，它对很多国外的企业真的是降维打击。而对于很多发达国家的这个企业来说，过去的很多好日子过惯了好日子之后啊，那么这些企业面对市场中间的竞争啊，它就没有那么敏锐了。这一点不光是美国和日本，其他你看欧洲所有的企业都面临一个共同的问题。所以当这些中国企业再出海的时候啊，这些企业就会发现，当年他们曾经瞧不起的这些中国企业，现如今已经重新变成了狼来了的故事。最新的数据显示啊，比亚迪在日本呢，去年1年卖了2000多辆汽车。其实在我看来，这也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因为比亚迪进入到日本市场只有2年的时间，而这个特斯拉啊，进入到日本7、8年了，也1年只不过卖到5000辆。但是比亚迪仅仅2年的时间就已经达到了特斯拉40%的销量，它的销量已经超过了丰田的电动汽车在日本的销售数字。那假以时日啊，假如说汽车行业也被中国的电动车行业啊攻城略地啊，打败日本本土企业，那对于日本来说绝对不是一个好消息。所以啊，在我看来啊，电视机行业的没落啊，对日本来说伤害还并不大。你比如说现在松下啊，还准备全心全力的搞 AI 产业啊。你像索尼成功的转型照相机这个行业，仍然是一骑绝尘啊。但是汽车行业对日本来说可太重要了，这是日本的国之重器，立国之本呐。这个如果被中国打败了的话，那日本可能就真的由一个发达国家有可能沦为2流国家。所以啊，我个人觉得这电视机行业啊的日本的没落，可能是给日本敲响了一个警钟。日本企业必须面对今天的中国企业，重新奋起直追，才有可能重现当年日本制造在全世界的辉煌啊！好了，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売却という手段を取るかどうかということについては、現時点でコメントできる状態にはありません。